印度虽然摆出了一副买买买的架势，但真正下单的东西并不多，不可能支撑一场对华战争。不过，类似于加勒万河谷内的小规模的军事冒险呢，却是我们不能不防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印度近期在边境小动作不断，大战不会有，小冲突要警惕。冬天呢已经来了，印度方面正在手忙脚乱地筹备物资，准备在这个冬天继续和解放军对峙。在2020年到2021年的冬天，印度方面为了不丢面子，坚持把寿万大军呢留在了雪线以上过冬。为此呢，印度向国际市场抢购了一大批过冬用的防寒服、帐篷、板房、煤油楼等等。今年冬天，印度方面打算如法炮制，再搞一场冬季对峙。全世界都看到了印度在边境地区高原战场建设的差劲的程度，道路交通条件远远不如对方的一侧。而且印度也不是什么制造业的强国，越冬用的各种物资啊，甚至是食品都不能完全依靠国内解决，甚至于大部分都不能依靠国内。所以印军要想在喜马拉雅的山上过冬，可能空运呢算是一个办法。实事求是的说，印度的运输航空兵在整个印度军队当中呢是少有的表现出色。在1962年边境战争当中，印度军队利用从美国进口的陈旧的运输机，勉强维持住了前线部队的吃穿和武器弹药供应。可以说，如果没有空运和空投，印军是没有办法向前挺进，并且和解放军开战的。而且在战争期间呢，印度运输航空兵虽然面对恶劣的气候、险峻的山岭和布满碎石的野战机场，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完成运输任务，它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撞山之类的事故。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印度运输航空兵使用从苏联进口的安32等高原运输机，利用粗劣的野战机场向前线运送各种补给品，支撑住了印度方面的战线。印度军队能够不断的挑衅解放军，不断的向前蚕食，很大程度上也是靠空运的支持。1999年的印巴卡吉尔炮战中，印军为了压制巴军的火力点，用伊尔76运输机向前方快速的空运 FH-77 榴弹炮，一架次运2门，大大的改善了印军前线火力。特朗普上台之后莫迪政府百般讨好，高价从美国购买了一批 C130 战术运输机和 C17 战略运输机，使印军的空运能力进一步提高。特别是 C17 是印度迄今为止得到的性能最好的军用运输机。这些装备的到来，也让印度的整个军事机器产生了集体的幻觉，认为印军真的是一支极为先进而且战斗力很强大的军队了。目前印度政府为了掩盖国内经济的全面失败，在与美国协调立场之后，在中印边境东线和西线同时采取动作，一再把舆论的焦点引向中印对抗。因为西线边境距离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只有几百公里，所以是印度方面备战的重点。印度一再声称自己拥有对整个阿克塞钦的主权，而且军方在2021年内反复造势，不但频繁举行演习，还请出1962年参战的老兵，坐着轮椅公开亮相，把印度国内的反华声浪推向了高潮。印度军方甚至表示，对中国迟早要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印度民间也受到了蛊惑和煽动。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印度网民在所有关于中国的话题下留言全都是破口大骂。近期，印度军队在西线频频的组织空降、空运联演，具体的做法是用 C17 战略运输机从印度的内地机场装运物资，先行送抵列城机场，然后用 C130 战术运输机转运到 DBO 等前线机场，也就是斗拉特别奥里蒂前线机场。但是东西送到前沿机场之后，印度军队就抓瞎了，因为从机场到前沿哨所没有中方一侧这样的道路条件呢，印度军方要用其他的办法来转运，条件好一点的用直升机，条件差一点的用小卡车，最差的就只能用小毛驴了。经过一个秋天的准备印度方面在西线的兵力和物资部署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特别是在德普桑平地到莫尔多通道这一线，印度陆军沿着月什克河一线已经集结了相当强大的兵力，摆出了一副冬季高强度对峙的姿态。
印度咄咄逼人，中印之间会真的发生一场规模性的战争吗？我感觉可能性也不大。这倒不是印度被我们打怕了，而是它的财政不可能支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局部战争。这从2020年以来，印度方面的军事采购就可以看出不少的问题。印度虽然摆出了一副买的架势，但真正下单的东西并不多，不可能支撑一场对华战争。不过，类似于加勒万河谷内的小规模的军事冒险呢，却是我们不能不防的。毕竟，不闹出些事端来，莫迪政府怎么能转移国内矛盾，怎么向美国邀功呢？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